吉时已到，起驾！这是谁家娶亲啊？排场不小，镇北侯府，听说是世子大婚。那位世子听说病了好几年，性格古怪，脾气暴戾，谁都不见。这新娘子嫁过去，可不遭老罪了。嘘，不讲，侯府的事少议。性格古怪，脾气暴戾，老娘连夜熟读侯门内院生存法则，什么难缠的没见过。一个病秧子世子，还能翻出我的手掌心？我苏莹莹摸爬滚打12年，头一回遇上这么晦气的事，连人都没来得及见到，就得孤身一人。我的儿啊！别嚎了，世子没了，朝廷的3万军饷谁来领？再嚎，我就现在送你去见他。侯爷5年前战死沙场，朝廷感念功勋，每年拨3万两给侯府，条件是世子成侯，统领镇北侯旧部3000兵马。世子没了，消息传出去，第一，朝廷每年3万两的抚恤军饷没了；第二，3000铁骑的兵权没了；第三，侯府上下所有家产充公。你们137口人，明儿个就回乡下喝西北风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世子不能死。可他已经……他死不死，不是他说了算，是我们说了算。沈叔，世子3年卧病，京中有几个人见过他的脸？你少个人顶替他，这是欺君之罪，满门抄斩啊！不找人顶替也是家破人亡，横竖都是死路，走哪条不是走？我苏莹莹选贵的那条，给世子收殓入关，今夜就埋进后院枯井里。谁敢走漏半个字，我苏莹莹第一个跟他拼命，第二个去衙门告你们谋害世子。夫人，这可是欺君之罪，一旦事发，横竖都是死，我选贵的那条。夫人，这深深半夜的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进货，找一个世子回来。冻死老娘了！这个不行，太猥琐；这个太瘦。沈墨虽然病怏怏的，好歹是侯门公子，拉出去也得有几分体面。你看看这些人，歪瓜裂枣，都是什么呀？这张脸，剑眉入鬓，鼻梁高挺，薄唇微抿，哪怕满脸污垢，也遮不住那种俊朗，太完美，完美到我心里觉得哪里不对。但朝廷每年要发的3万两银子在前面晃着，我没工夫管哪里不对。喂，能听懂人话吗？想不想吃饱饭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哪里人？家在哪儿？你不会是个哑巴吧？哟，不仅是个哑巴，还失忆了！天助我也！这乞丐哑巴失忆，没有来历，绝世美颜，简直是老天爷给我苏莹莹量身定做的替身。沈墨常年卧病不见客，府里对外一直说他性情乖张，不喜见人。沈家世子脾气古怪，谁都不见，性情乖张，惹不起。一个不说话的世子，反而比能说会道的更合理。成交，吃了我的饼就是我的人了。走吧。从今晚起，你就是镇北侯世子沈墨。
去烧3大锅热水，把人从头到脚洗干净，一根头发丝都不许脏。弄干净了带到浴室来。是。伤得这么重，难怪会失忆。这人来路绝对不简单，但已经到了这一步，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你给我记住，你是纨绔世子，眼神给我收一收，别动不动就跟要杀人似的。我不知道他是真听懂了，还是只是本能的在回应。不管了。对外统一口讯：世子大婚后大病初愈，但落下了不能说话的毛病，性情比从前更加乖张暴戾，不见外客。所有的事由我世子妃出面。可是，万一有人认出他不是昭儿，谁认？世子3年没出过院门，更没有深交之人，连皇上都没见过他的脸，谁来认？可他到底是谁？他是谁不重要，他姓沈，他是世子，他值3万两银子，这就够了。听说了吗？镇北侯府那个世子大婚后大病初愈，竟然好了。可不是嘛，新娘子有福气啊。3万两，3万两，3万两，为了钱，我得给他套牢了。夫人，首府裴政的嫡女裴若云递了帖子，要来贺新婚。这可如何是好？慌什么？该来的总要来。你有所不知，这裴若云的父亲裴政是当朝首辅，百官之首，门生遍天下，朝堂上的事儿没有他插不上手的。裴若云是京城第一才女，出了名的心思玲珑，听说连皇上都夸她慧眼如炬。她来贺新婚，说是贺喜，怕不是来挑刺的。兵来将挡。裴姑娘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世子妃客气，听闻侯府大喜，若云特来道贺。世子妃嫁入侯府，这花厅布置得越发雅致了。裴姑娘谬赞，不过是些寻常摆设。带了2车礼物进门，笑容得体，寒暄周全。但他一直在观察，他在找破绽。世子妃，听闻世子大婚后大病初愈，若云甚是欢喜，不知世子何在？若云备了一位西域雪莲，素有奇效，想当面赠与世子。裴姑娘有心了，不过我家世子脾气古怪，不爱见生人，尤其不爱见女人。世子妃说笑了。若云与世子虽未有机会走动，但家父与老侯爷曾是同僚，论起来也算世交，见面一叙不算过分吧？他在逼我，如果我拒绝，就是心虚；如果我答应，他一旦看出端倪，整个骗局当场崩盘。裴姑娘，你要见，那就见。
我没给他反应的时间，大步往世子的院子走去。裴若云显然没料到我这么干脆，怔了一瞬，才提裙跟上。推开院门，贾世子正坐在廊下晒太阳，阳光打在他脸上，那张脸简直像神佛开了光，手里握着一卷我塞给他装样子的兵书，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压迫感。裴若云脚步明显顿了一下，他定了定神，走上前盈盈行礼。若云见过世子。贾世子没有抬头，甚至没有看他一眼，这是我教他的，谁来都别理，你就当自己是天底下最大的纨绔，眼睛里装不下任何人。裴若云被亮了个正着，笑容终于有了一丝裂痕。世子家父让若云带了一位西域雪莲，他依然没看他，沉默。裴若云的脸色变了又变，他不是受不了冷遇，他是嗅到了不对劲儿。一个正常的世家公子，无论脾气多差，面对首府之女，最基本的礼节总该有，这种程度的无视太刻意了。他转向我，目光骤然凌厉。世子妃，世子他是不能说话吗？来了，我等的就是这一道。如果我解释遮掩之污，他就赢了，所以我选择掀桌子。裴若云，我猛地拔高声音，你什么意思？他被我突如其来的暴喝吓了一跳。你是来贺新婚的，还是来查户口的？我家世子不想说话，关你什么事？他哑了，聋了，瘸了，那也是我男人。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巴巴的跑到人家府上，非要见人家夫君，你安的什么心？裴若云的脸瞬间涨红。你什么你？我一拍桌子，茶碗都跳了起来。我们侯府的事，轮得着你首府家的姑娘来指手画脚？你爹是百官之首，我夫君是一品侯世子，大家半斤八两，谁比谁尊贵？苏莹莹，我怎么了？你要是觉得我家世子怠慢了你，出门左转，大理寺告去，我苏莹莹奉陪到底。裴若云更是被我这套泼妇逻辑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她是世家贵女，从小学的是四书五经、宫斗权谋，她的每一步都有章法，每一句话都留余地。但她万万没想到，对面不按规矩出牌。我不跟你讲道理，我跟你撒泼，你用绣花针，我用杀猪刀，频道都不一样，你怎么赢？裴若云深吸一口气，强压怒意，想要重新找回节奏，但我根本不给她机会。还有，我一把夺过她丫鬟手里的那个装西域雪莲的锦盒，打开一看，里面还有一块成色极好的羊脂玉佩。哟，首府家出手就是阔气，这个我替世子收了，改天世子高兴了，亲自写帖子谢你。裴若云眼角抽搐，那是家父的随身，令尊的心意，我们侯府心领了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得灿烂。送客。他的马车消失在巷口时，我倚着门框，把那块羊脂玉佩对着阳光转了转，成色极品，少说值300两。今天的战果保住了贾世子的人设，还净赚300两。我正美滋滋的盘算着，忽然觉得背后有一道目光，回头一看，贾世子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我身后，他的眼神很奇怪，我被他看得心里发毛，但还是硬着头皮拍了拍他的胸口。干得不错，配合得很好，今晚加个鸡腿。他的目光落在我拍他胸口的手上，停了3秒，然后他微微偏了偏头，做了一个像是上位者看蝼蚁戏耍的表情，那是嘲讽。裴若云走后的第二天，整个京城都传遍了镇北侯世子大病初愈，性情暴戾乖张，当着首府嫡女的面，连句话都不肯说。而那个嫁进来的市井女子苏莹莹，竟然嚣张到把首府之女骂出家门。这消息传得有鼻子有眼，添油加醋。但奇了怪了，骂声没怎么持续，反倒是巴结的帖子像雪片似的飞进侯府，各家勋贵、朝廷命官纷纷递帖子要来拜访，有的还附上了厚礼。原因很简单，镇北侯府手里握着3000铁骑兵权，现在这个政治敏感期，这3000人往哪边站比什么都重要。从前世子病着不见人，大家摸不清深浅，现在世子好了，脾气还这么大，说明侯府有底气，越是嚣张越说明有恃无恐。3天之内，侯府光收礼就收了2000多两银子的物件，我乐得嘴都合不拢。但第4天夜里出事了。那天半夜，我被一声惨叫惊醒，冲到世子院子里，看见贾世子赤着脚站在月光下，手里攥着长刀，他面前趴着一个浑身是血的黑衣人，黑衣人的喉咙上一刀毙命，干净利落。我愣在原地。贾世子缓缓转过头看我，那双眼睛里翻涌着杀意，纯粹的、本能的、刻入骨髓的杀意。他的手没有抖，他的呼吸平稳的像在做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。这个人杀过很多人，多到杀人对他而言就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。我后背冷汗涔涔的冒，腿在抖，但我不能怕，我一怕他就脱缰了。一个失忆的杀人机器，如果脱缰，不止他会暴露，我和整个侯府都得陪葬。放下刀，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颤，他没动，那双眼睛死死盯着我，像是在辨认我是敌是友。我走过去，1步、2步、3步，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刃上。走到他面前，我伸手握住了他攥着刀柄的手，他的手上面全是老茧，不是写字磨出来的茧，是握刀握出来的。你是世子，我一字一字地说，声音尽量轻柔。
你是镇北侯世子沈墨，你是我丈夫，这里是你的家，没有人要害你。他的瞳孔微微收缩，你听到了吗？你是我的人。他的手指松了一点，刀放下来，血已经流完了，死人不会再伤你。他的手指又松了一点，我慢慢的把刀从他手里抽出来，扔到一边，然后我掏出袖子里的手帕，开始擦他手上的血，一边擦一边絮絮叨叨的说些不着边际的。今天除了收了天山雪莲，还收了值300两的礼，购买一车好酒了。明天我让厨房给你做红烧肘子，你上次吃了2个还不够。渐渐的，他眼里那股杀意退了下去。那天晚上，我把黑衣人的尸体秘密处理掉之后，坐在自己房间里，手还在发抖。苏妍妍，你到底捡了个什么玩意儿回来？那个黑衣人身上没有任何标记，但他的暗器和身法绝不是普通刺客，能在深夜潜入侯府，直奔世子院子，说明他要杀的不是沈墨，他要杀的是这个假世子本来的身份。有人在找他，而且来头极大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不要慌，不管他是谁，只要他还失忆，只要他还需要我，他就是我的世子。但从那天起，我知道了一件事，这个假世子是个足以毁灭侯府的人。我必须在他恢复记忆之前，把所有的好处捞干净，然后金蝉脱壳。可老天爷偏偏不让我如意。从那之后，我开始正式驯化这头野兽。每天早上，我端着早饭进他院子，一边喂他吃包子，一边给他灌输新的记忆。你是镇北侯世子沈墨，5岁习武，8岁读书，12岁被你爹打断了腿，是因为你偷看花魁洗澡。他面无表情地咬了一口包子。你的口头禅是爷不高兴。你最讨厌读书，最喜欢斗蛐蛐。你有一匹枣红马叫大红，已经死了3年了。他嚼着包子看了我一眼。还有，你最重要的是，你宠我，你非常非常宠我。你说过，谁敢让我不高兴，你就把谁家房子拆了。他停止咀嚼，盯着我看了3秒钟，然后他嘴角微微上扬了一点，极轻极淡，不是嘲讽，是笑。一个失忆的杀人机器，在听我胡编乱造他的人生故事时笑了。那一瞬间，我心里掠过一种说不清的感觉，但我来不及细想，因为更大的麻烦来了。第7天，朝廷来了旨意，圣上要在3日后的秋猎大典上亲自接见镇北侯世子。这道旨意像一颗炸弹扔进了侯府，王氏当场软了腿，老管家沈福急得团团转，就连我额头上也渗出了冷汗。秋猎大典，满朝文武齐聚，在那种场合让一个假世子去面圣，这不是走钢丝，这是在刀尖上跳舞。但我没有退路，去只是死罪，不去更说不过去。去，我咬着牙说。王氏急了，去，你疯了，那是面圣，万一什么？万一被认出来是死，不去也是死，去了起码还有赌的余地。3天时间，我开始了魔鬼特训。我找出沈墨生前所有的资料，他的字迹，他的习惯，他爱吃什么菜，他跟哪家公子打过架，一股脑的灌给假世子。他学得极快，我给他示范世家公子走路的仪态，他看一遍就会，而且比我示范的更好。我教他骑马射箭，他翻身上马的动作行云流水，一箭射出去，正中靶心。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乞丐，但此刻我顾不上追究他的来路，秋猎迫在眉睫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。第3天，秋猎大典，我给假世子穿上了沈墨压箱底的那件银丝蟒袍，束了玉冠，配了长剑。他从屏风后走出来的那一刻，我的呼吸真的停了半拍。如果说之前的他是一把藏在鞘里的刀，那现在就是连鞘都不要了，刀锋毕露，锐不可当。他太耀眼了，耀眼到我隐隐觉得这不是一个假世子该有的光芒。记住，我最后叮嘱他，不说话，不看人，谁跟你搭话，你就嗯一声。如果有人逼你开口，我指了指自己，看我。还有，你是个废物，上马必须磨蹭，射箭必须脱靶，表现得越烂，我们越安全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微微点头。秋猎场上，百官云集，我以世子妃的身份陪在假世子身旁，一路走过去，各家的公子小姐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刮过来，有打量的，有戒备的，有好奇的，也有敌意的。但首辅裴正的表现很奇怪，那一瞬间，这位权倾朝野的老首辅眼神巨震，手中的茶盏险些摔落，他的视线牢牢锁在假世子身上，像是在看一道需要解答的谜题。裴若云站在他父亲身后，目光同样紧紧追着我们，他没有忘记被骂出侯府的屈辱。秋猎进行到一半，皇上迟迟未到。据说龙体微恙，由太子代为主持。年幼的太子站在高台上，苍白瘦弱，说话有气无力，一看就是个傀儡。真正说了算的是站在太子身后的首辅裴正。猎场上号角响起，各家世子公子纷纷纵马射猎。按规矩，镇北侯世子也必须下场。他纵马冲出去的那一刻，整个猎场的氛围都变了。那不是世家公子骑马游猎的姿态，那是久经沙场的将帅策马冲锋的架势。马蹄如雷，箭如流星，他一连射落3头雄鹿，箭箭命中要害，干净利落，毫不拖泥带水。猎场上安静了一瞬，然后爆发出一片哗然。这是镇北侯世子，不是说他病了3年吗？这剑法怕是连禁军统领都比不上，虎父无犬子啊！我脸上笑着，手心全是汗，太过了，又太过了。我不是告诉过他千万别出风头？我正想找借口把他拽回来，裴正已经开
开口了：“世子好剑法。”老首府站起来，笑眯眯的抚掌：“老夫记得，世子自幼体弱，不善骑射，看来大病一场，反倒脱胎换骨了。”这话表面是夸，实际是刀。脱胎换骨4个字，分明是在暗示这个人还是不是原来那个人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过来了。贾世子勒马停在场中央，周围数百道目光如芒刺在背。如果他慌了，如果他露出任何不该有的表情，一切就完了。但他没有，他坐在马上，居高临下的扫了裴正一眼，只是一眼。那一眼里没有世家纨绔的乖张，没有病弱公子的怯懦，有的只是一种浑然天成的压迫性的俯视，像帝王俯视臣子。裴正的笑容凝固了，那一眼太快了，快到大多数人都没注意到，但裴正注意到了。老首府的笑容消失了整整2秒，然后才重新挂回去。他的眼睛眯得更细了，像一条蛰伏的毒蛇。我赶紧冲上去打圆场。首府大人说笑了，我扯着嗓子，整个猎场都听见了。我家世子从小就是个练武的苗子，只是前些年身子骨不争气，现在好了，可不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他翻身下马，走到我面前，伸手把自己刚猎到的那只最长的鹿角递给了我。整个猎场再次安静。在大渊朝，秋猎中将猎物献给妻子，是最直白的宠爱宣言。我愣了一瞬，然后接过鹿角，挽住了他的手臂，冲所有人笑得灿烂。看见没？这就是我家世子。人狠话不多，但是疼媳妇儿。一片哄笑声中，裴正的那道刀子般的追问被巧妙的化解了。我知道他没有放弃，但我不知道的是，现在的首府不仅是想要侯府的兵权，更是想要处死这个假世子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日子表面上风平浪静，朝廷按时拨下了3万两军饷，我让老管家拿去安置侯府旧部，自己节留了3000两做运营经费。各家送礼不断，我来者不拒，把侯府的库房塞得满满当当，但暗流涌动。裴正开始频繁地派人在侯府周围出没，明面上是关照世交，实际上是在监视。有2次，我发现有人试图翻墙潜入世子的院子，都被提前布置的暗哨逼退了。暗哨不是我布置的，是贾世子自己布的。他不知什么时候把院子周围的地形摸得透透的，在每个盲区都放了预警机关。这些手段精密到让人头皮发麻，这是治军之人才会有的本能。我越来越心慌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几天后的一天深夜，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，开门一看，是老管家沈福。夫人，大事不好！什么事？朝廷传出消息，皇上失踪了。我手一抖，烛台差点掉在地上。皇上失踪！大元朝当今圣上宣武帝即位3年，以铁血手腕著称，杀伐果断，人称暴君。3个月前，他下旨微服出巡，此后音讯全无。太子和首辅裴正一直对外封锁消息，声称皇上在行宫养病，但纸包不住火。消息终于泄露，皇上失踪3个月，正好是3个月前。3个月前，我从街上捡回贾世子的那个晚上，一个恐怖的念头出现在我脑子里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！我踉跄着跑向世子院子，推开门，贾世子正坐在窗边，似乎早就料到我会来。我的声音在发抖。你是谁？他没有回答，但他的目光扫过我的方式变了，不再是平视，而是俯视，那种与生俱来的睥睨天下的俯视。我见过这种眼神。秋练那天，他看裴正的那一眼，我的腿一软，险些跪下去。他没有让我跪，准确的说，他伸手扶住了我的手臂，力道不轻不重，刚好稳住我摇晃的身体。坐，他说。那个语气是命令，一个习惯了发号施令的人，即使只说一个字，也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。我坐下了，不是因为听话，而是因为腿软到站不住。你想起来了？想起来一些名字、身份，还有……他的目光落在我脸上，语气淡的像在说天气。有人要杀我。我攥紧了椅子扶手。你到底是谁？他没有直接回答，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背对着我，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你觉得呢？我脑子里翻江倒海，微服出巡。遭暗算，后脑重击，失忆，流落街头，被我捡回来。如果他真的是，你是宣武帝，我的声音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。你是皇上。他转过身看着我，朕记得被暗算那晚是裴正的人。太子太傅，百官之首，一手遮天的那个裴正，他把持朝政30年，朕即位后一直在削他的权。3个月前，正微服出巡至北境，半路遭伏击，禁卫军被全歼，朕被打落悬崖。他的声音没有波澜，像在讲别人的故事。醒来后什么都不记得，一路流浪到京城，然后他看着我，嘴角微弯，然后被一个胆大包天的女骗子捡回家。我拿皇帝吃空饷，3万两是朝廷拨的，朝廷是皇帝的，我骗的是皇帝的钱。苏莹莹啊，苏莹莹，你这回真是要死透了！我猛地站起来，转身就要跑，但他比我快，一只手扣住我的手腕，力道铁柱一般，把我定在原地。我的脑子嗡嗡作响。皇帝，我把皇帝捡回来冒充世子，我把皇帝按在太师椅上，给他喂包子灌假记忆。我拍着皇帝的胸口说：“干得不错，加个鸡腿。”
跑什么？皇上恕罪，臣妇不是有意的。你骗朕的军饷，扇首府女儿的脸，拿朕当替身招摇撞骗。现在一句不是有意的就想跑，我面如死灰。完了，这回是真完了。他盯着我看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下一秒就要下旨砍我脑袋。然后他松开了手，但朕现在还不能暴露身份。我一愣，他接着说：“陪朕弑君未遂。”他以为朕已经死了，但他派他女儿来侯府送礼，是有所怀疑。夜里派黑衣人来再次确认，是不肯放弃。秋猎大典那天，他害怕侯府世子就是朕，所以不敢宴请认得朕的臣子参加。但他已经认出并确信是朕了。那天朕故意露出身手，就是在引蛇出洞。当时在大典上，他有所顾忌，不能在众人面前动手。现在他顾忌侯府的兵权，也不能大张旗鼓的来侯府行凶。他转过身，重新坐回太师椅，看着他运筹帷幄的姿态，我心里虽怕，但我也得硬着头皮开口：“你要兵权，我帮你，但我有3个条件。”他没说话，等着我开口。第一，事成之后，侯府的爵位保留，3万两军饷照发，他不置可否。第二，我苏银银和侯府上下137口人既往不咎。他的嘴角微动。第三，我伸出3根手指，你额外给我1万两，我的辛苦费。当旅使，你总得给草料吧？我是贪财，但是这第3个条件是为了保命，我只能故意用贪财来麻痹他。大晕朝最令人闻风丧胆的暴君竟然笑了，不是之前那种极淡极浅的弧度，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笑。苏莹莹，他念着我的名字，你跟朕谈条件，做买卖嘛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他笑着摇了摇头，成交。那天夜里，我和大渊朝的皇帝达成了一笔交易，兵权既是我和侯府的保命符，又成为了皇帝杀回朝堂的底牌。从这一刻起，骗局升级了，不再是一个冲洗新娘的小打小闹，而是一场足以改写王朝命运的惊天对局。而我苏莹莹从骗子升级成了国手，虽然我这个国手手里既没有棋子，也没有棋盘，我有的只是一张嘴、一副厚脸皮和那节流的3000两运营经费，够了。接下来的行动必须快。皇帝失踪的消息已经在朝中发酵，裴政对外声称皇上在行宫养病，但暗地里加快了篡权的步伐。他已经开始架空太子，往6部安插亲信，同时切断皇帝旧部的联络。而最关键的一步，他要收回镇北侯府的3000铁骑兵权。这3000铁骑是老侯爷的遗产，驻扎在经济西山大营，名义上归世子统辖。一旦兵权被收回，皇帝就彻底失去了翻盘的最后筹码。那天晚上，我偷偷跟着他去了后院，月色下，他在枯井旁站了很久，然后翻过侯府后墙，消失在夜色中。1个时辰后，他回来了，身上带着淡淡的血腥气。我没有问他去了哪里，做了什么，但第2天一早，京城传出消息，太子身边的2名进士被发现暴毙于宫墙之下。与此同时，被裴政关押在天牢中的3名皇帝旧臣，莫名其妙的越狱成功，不知所踪。他在下一盘大棋，而我苏莹莹是这盘棋最显眼的诱饵。裴政的反击来得比预想中更快，一道圣旨从宫里传出，太子以他代理朝政的名义，诏令镇北侯世子即日入宫觐见。不是秋猎场上人潮涌动的大场面，是宫里的私下召见。一旦进宫，就是裴政的地盘，他可以在宫里布下天罗地网，设鸿门宴，直接动手。我在房里把压箱底的银票全翻了出来，一张一张的数，数错3次，我又咬着牙重数。门被推开，皇帝斜倚在门框上看着我。你在干什么？他问。韩丈，你要是明天死在宫里，侯府必被抄家。我算过了，城西那个狗洞还没被堵上，带上这些钱，够我跑到江南买个庄子了。他走过来，没有发火，而是按住了我还在发抖的手。苏莹莹，朕若死了，大渊便落入裴政之手。你以为他会放过镇北侯府的任何人？你就算跑到天涯海角，这夹层里的银票也会变成你的催命符。我眼眶发酸，那你还去送死？你知道宫里现在全是他的死士吗？你死了我怎么办？侯府怎么办？你就这么不珍惜自己的命吗？你还记得你的命是我捡回来的吗？他定定地看着我，在这个权欲倾轧，所有人都盼着他死的京城里，他知道眼前这个满嘴铜臭的市井女骗子是唯一真心怕他死的人。打仗从来都是险中求胜，他反手将我的手指紧紧扣入掌心。朕需要一个名正言顺杀他的理由，朕在明，他在暗，只有朕逼他先动手，暗棋才能翻盘。他的计划疯狂到令人发指，他要以世子的身份入宫，引蛇出洞，逼裴政在宫中动手，而他提前布置好的人手会在裴政动手的那一刻将其拿下。但这个计划有一个致命的前提，他必须活着撑到裴政动手，太冒险了。我说，打仗从来都是冒险，你是皇帝，你不能拿自己的命冒险。他看着我，忽然沉默了，那个沉默很长很长。苏莹莹，别钻狗洞，
替朕看好西山大营的虎符。若朕回不来，你调兵踏平皇宫，替朕收尸。看着他的背影，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。苏银印啊，苏银印，你骗了一辈子人，这回把自己搭进去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入宫的马车停在侯府门口，我给他整了整衣领，我从袖子里掏出那块从裴若云手里顺来的羊脂玉佩，塞进他手心。这个带上，裴家的东西，关键时刻用来恶心裴正。他低头看了看玉佩，嘴角弯了一下。苏银印，等朕回来4个字说得极轻，但重的压了我一胸口。我站在门口看着马车驶远，然后我冲回屋里，翻出了所有能找到的银票，我这几个月攒下的全部身家，将近5000两。沈福，我冲着老管家喊：备马，去西山大营。夫人，我翻身上马，3000铁骑的调兵虎符在侯府，世子妃有权调动，可这是谋反。我冷笑，我都骗了皇帝3个月了，还在乎多一条谋反的罪？一切如他所料。贾世子入宫后，裴正在御花园设宴，裴正笑容可掬，殷勤劝酒，但每一句话都是试探，每一个动作都暗藏杀机。宴席过半，裴正终于亮出了獠牙，他让人端上一坛酒，说是西域进贡的绝品，想请世子品鉴，酒里有毒，世子请。裴正亲手斟满一杯，看着那杯酒没有接，他慢条斯理地从怀里掏出了那块羊脂玉佩，裴震的随身之物，轻轻放在酒杯旁边。裴震的笑容凝固了。这块玉佩，首府大人是不是很眼熟？裴震的眼角剧烈地跳了一下。宣武2年春，300匹战马折价处理，银两入户部赈灾款，签批人裴震。宣武帝一字一句，语调平淡的像在念奏折。宣武元年冬，西北军饷被截留3成，经手人裴正。宣武2年秋，禁卫军换防调令被私改，批文上还是裴正，每一句话都像一记重锤。裴正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铁青下来，裴正的瞳孔猛缩，呢喃着：“你本应该死了。”裴正，3个月前你派人在北境伏击朕，朕从悬崖上摔下去，你以为朕死了？整个御花园鸦雀无声，侍从们面面相觑，他们都知道这个世子和皇帝长得一模一样，但都不敢轻举妄动。裴正的亲信纷纷将手按上了刀笔，大胆狂徒竟然敢冒充陛下！裴正指着宣武帝厉声怒：“皇上还在行宫养病，此人分明是镇北侯府找来的易容刺客，意图篡逆，禁军何在？给老夫将这冒充天子的逆贼就地格杀，碎尸万段！”他根本不接招，他要趁皇帝势单力薄，直接坐实刺客的罪名，斩草除根。刹那间，御花园四周涌出上百名披甲死士，这些根本不是普通禁军，全是裴家豢养的杀手。护驾，隐藏在太监和侍卫中的皇帝暗桩同时抱起，双方瞬间绞杀在一起。宣武帝一脚踹山石桌，夺过一把长刀，反手劈开冲上来的死士。他像一头真正苏醒的猛兽，身上很快溅满了鲜血。但裴正的人太多了，重重包围，弓弩手甚至已经在外围上弦。刀光剑影中，宣武帝的肩膀被划开一道血口，他的眼底却烧着暴力的业火，死死盯着躲在层层盾牌后的裴正。时间在一滴一滴流逝，皇帝的暗桩一个个倒下，绝境，真正的绝境。同一时间的西山大营，我已经疯了。我把虎符拍在周统领面前，怒吼出兵，但真正的阻碍根本不是点兵，而是京城的9门防线。当我们率领3000铁骑冲到西直门时，城门紧闭，城墙上全是裴正提前部署的亲信弓箭手。世子妃，城墙太高，没有攻城械具，硬冲就是活靶子。周统领眼睛都红了，冲不进去也得进。我一把抹掉脸上的泥水，掏出火折子和怀里早就准备好的3大包震天雷，这是我在市井坑蒙拐骗时用来防身的土制炸药，里面掺了大量的石灰和辣椒面。我翻身下马，混在几个前锋死士里，顶着箭雨往城门下冲。一箭擦着我的肩膀飞过，带飞了一块皮肉，火辣辣的疼，但我连抖都不敢抖。给我炸开条缝！我嘶吼着把点燃的炸药包塞进城门的门轴缝隙，轰的一声巨响，伴随着漫天飞舞的石灰和毒烟，城门守军瞬间乱作一团，眼睛被毒瞎大半。恰逢此时，当初越狱成功的3个旧臣也带着救兵奔来，黑压压的将士们为救君主浴血奋战。周统领看着眼前的场景，士气倍增，大吼一声，撞开摇摇欲坠的木门。3000铁骑和奔赴而来的将士如黑色洪流，踏着血水和残肢，硬生生撕开了京城的防线。御花园内，宣武帝身边的护卫只剩最后3人，退无可退。裴正冷笑抬手放箭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援军已到，谁敢动皇上，老娘屠他满门！我骑着那匹黑马，脸上一半是泥，一半是血，手里举着半截断刀，或因长啸。杀进来的将士们如飓风过境，瞬间反包围了裴正的死士，局势瞬间逆转。宣武帝拄着滴血的长刀，在尸山血海中回过头，他看着狼狈不堪、满身尘土却嚣张到极致的我，忽然大笑出声，那笑声震动九霄，带着死里逃生的快意和某种彻底失控的疯狂。这一步棋因为我的出现彻底逆转。
裴正瘫软在地，他看着犹如神兵天降的铁骑和将士，终于明白自己输了，输给了一个根本不按套路出牌的市井女骗子，输给一个胆识谋略超绝的君王皇上。裴正浑身发抖，嘴唇哆嗦着，颓然跪倒：“朕给你的机会，你没有要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”宣武帝的声音没有温度：“拿下！”权倾天下30年的一代权臣就此落幕。我坐在马背上，看着这一切，忽然觉得不真实。3个月前，我还是京城西市卖假药的小骗子，为了3万两银子铤而走险。现在，我骑着马在皇宫里帮助当今皇帝评判，人生的际遇，当真是比我编过的任何瞎话都要离谱。宣武帝穿过人群，走到我的马前，仰头看着我：“世子妃。”他说，嘴角带着笑：“朕回来了，谢谢你。”我鼻子一酸，差点掉下眼泪。但苏莹莹不能哭，苏莹莹是泼妇不。可是我的腿真的软了，差点从马上摔下来。为了救你，老娘的5000两变成粮草武器，又打水漂了。他抱我下马，将我拥入怀中，笑得像是3个月以来第一次真正放松。裴正满门下狱，朝堂清洗，宣武帝重登大宝，以雷霆手段肃清乱党，朝野震动。至于我苏莹莹，全京城都知道了这个故事。一个市井女骗子，阴差阳错地救了皇帝，养了皇帝，帮皇帝打了天下最大的一场翻身仗。朝臣们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我胆大包天，有人说我目无王法，但更多的人说这个女人了不得。宣武帝回宫后的第3天，宣我入宫觐见，我忐忑不安地跪在金銮殿上，等着他宣布对我的处置。欺君之罪，按律当斩；骗取军饷，按律满门抄斩。世子妃，朕的国库都被你骗空了，你说该怎么还？我抬头看他，他坐在龙椅上，穿着明黄龙袍，威严赫赫，但那双眼睛里的神情带着笑意。朕不缺世家贵女，不缺名门之后，朕缺一个有胆有识、重情重义，在朕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敢拍着朕的胸口说干得不错，加个鸡腿的人。我跪在那里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苏莹莹，你这辈子做的最赚的一笔买卖，不是3万两军饷，不是首府的玉佩，不是那些堆满库房的金银，是那半个烧饼。臣父，我的声音在发抖。臣父有一个条件。他挑眉，侯府一切照旧，3万两军饷以后得有我一份。金銮殿上安静了一瞬，然后宣武帝笑了出来：准。这一年，宣武4年春，镇北侯府的王氏认了一个来自市井的女儿，对外称是找回了流落在外的嫡女。大晕皇帝与镇北侯结亲，大婚当天，皇帝宣布他的后宫仅此一人，帝后和睦，国运昌盛。有人感慨，娘娘与陛下缘分天定，这样的姻缘谁不羡慕？皇后笑得灿烂，说了一句让人惊掉下巴的话：什么天什么定，本宫当年花半个烧饼买了个皇帝，这笔买卖你们谁做得来？入宫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当皇后和当世子妃，那简直是云泥之别。世子妃只需要糊弄前来拜访的官员，守着侯府的3万两银子过日子。可皇后娘娘得学3从4德，学宫廷礼仪，学怎么跟那些世家贵女说话，连吃饭都得规规矩矩，不能吧唧嘴，不能狼吞虎咽，更不能像在侯府那样，一手拿着肘子，一手啃着包子。教我礼仪的老嬷嬷脸比锅底还黑，天天在我耳边念叨：娘娘仪态，注意仪态。我被她磨得没脾气，趁她不注意，偷偷从袖口里摸出一颗糖糕塞嘴里，刚嚼了2口，就看见那家伙站在廊下，似笑非笑的看着我，我吓得差点把糖糕咽下去，赶紧擦了擦嘴，摆出一副端庄的样子。他走过来，捏了捏我的脸，指尖沾了点膏屑，放进自己嘴里，挑眉道：朕的皇后倒是会藏私。老嬷嬷在一旁惊得脸都白了，跪在地上直呼：皇上万万不可！说皇后娘娘的吃食岂能随意触碰？我心里乐开了花，嘴上却假意呵斥：皇上成何体统？他却握住我的手，当着老嬷嬷的面说：朕的皇后，朕想怎样便怎样。从那以后，宫里再也没人敢逼着我学那些繁文缛节。我依旧是那个市井里出来的苏莹莹，敢在御花园里跟太监赌蛐蛐，敢在御膳房里抢小太监的糖葫芦，敢在金銮殿外揪着那些满口之乎者也的大臣的袖子，跟他们掰扯道理。朝臣们一开始还颇有微词，说我失了皇后的体统，配不上95之尊。可那家伙偏护着我，在金銮殿上拍着龙椅说：朕的皇后率真可爱，比那些矫揉造作的女子强上100倍。谁再敢多言，杖责20。从那以后，朝臣们再也不敢说苏莹莹的半句不是，反倒个个都怕了我这个从市井里出来的皇后，生怕被我揪着袖子掰扯半天，丢了脸面。宫里的日子虽然自在，可我还是念着侯府的日子，想念王氏做的红烧肘子，想念老管家沈福泡的菊花茶，想念侯府后院的那口枯井。哦，不对，那口枯井早就被填平了，还种上了桂花树，毕竟那底下埋着真正的沈墨世子，总不能让他一直待在枯井里。我曾问过宣武帝该如何安置沈墨的
的后事。他沉默了许久，说：沈墨世子忠良之后，为侯府操劳一生，朕追封他为镇北郡王，后葬于皇家陵园。侯府的爵位依旧由沈家承袭。我听了，心里松了口气。王氏得知后，拉着我的手哭了一场，说我没白疼，还说那皇上是个明事理的。其实我知道，他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而是看在老镇北侯的功勋，看在沈家世代忠良的份上。宫里的日子虽然少了些市井的自在，可因为有他，便也多了许多温暖。他是九五之尊，手握生杀大权，可在我面前，他从来都不是皇上，只是那个被我捡回来的假世子，只是那个会陪我吃糖葫芦，会捏我脸，会把我宠上天的男人。他会记得我所有的喜好，知道我爱吃红烧肘子，便让御膳房天天做；知道我喜欢赌蛐蛐，便让人从民间搜罗来最好的蛐蛐，陪我在御花园里赌；知道我念着侯府，便常陪我回去小住，陪王氏唠嗑，跟老管家沈福喝酒。有一次，我突发奇想，想再去东城的那条巷子看看，他便陪我微服出宫，没有带任何侍卫，就像两个普通的百姓。那条巷子还是老样子，依旧有乞丐蹲在墙根，依旧有小贩在叫卖。我们在巷口的小摊上买了2个烧饼，一人一半，就像当初那样。烧饼还是从前的味道，粗粝，带着淡淡的麦香，可吃在嘴里却比御膳房的山珍海味还要香甜。吃完烧饼，他牵着我的手走在京城的街头，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街上的百姓来来往往，没人知道这个牵着我手的普通男子是大雍朝的皇帝，而我是他的皇后。我忽然想起大婚那日我说的那句话，本宫当年花半个烧饼买了个皇帝，那时候我只是随口一说，惹得满朝文武惊掉下巴。可现在想想，这确实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划算的买卖。半块烧饼换来了一个男人的真心，换来了一生的荣华富贵，换来了大渊朝的国泰民安。回宫的路上，他忽然问我：苏隐隐，下辈子你还愿意用半块烧饼换朕吗？我看着他，笑得眉眼弯弯，愿意。不过下辈子朕得换个身份，换朕来捡你，换朕给你半块烧饼，换朕教你装纨绔，换朕护着你。他低头在我额头上印下一个亲吻，声音温柔的能滴出水来。好，朕等你。如今宣武帝登基多年，大渊朝国泰民安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朝堂清明，没有奸臣当道，没有战乱纷扰。而我这个从市井里出来的皇后，依旧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苏隐隐，敢在金銮殿上跟皇帝拌嘴，敢在御花园里跟太监赌蛐蛐，敢在御膳房里抢小太监的糖葫芦。闲暇时，我总爱坐在御花园的桂花树下，看着他处理奏折的样子，阳光洒在他的身上，勾勒出他俊朗的轮廓。他低头看着奏折，眉眼认真，偶尔会抬眼看向我，眼底满是温柔。我常常会想，如果当初我没有去东城的那条巷子，如果当初我没有递给他那半块烧饼，那现在的我们会是什么样子？可命运就是这么奇妙，半块烧饼牵起了我们一生的缘分，余生很长，有他相伴，有烧饼可吃，有江山可看，足矣。